插画家小未来热爱登山，也爱尝试山下靠近车站的美食。今天他来到这座山，想要登顶的话，坐缆车只需6分钟，但是如果是走路，就需要90分钟。看小未来的样子，他显然想自己爬上去。越山是小学生常去的远足地点，所以他对这很熟。小未来清楚各种上山的路线，有的适合新手，有的则是给老手的。山顶有好几家小店，小未来打算看看这边的风景，之后打算去车站那边逛逛。正当他转身准备下山时，突然被一个穿背带裤的女士吓了一跳。她为什么要抱着那棵树呢？是在效仿独角仙吗？女士拦下小未来，希望他帮忙再拍一张类似的照片。原来是他和爸爸30年前的合影。他觉得如果能在同一天用同样的相机摆相同的姿势来拍，意义会很深。只可惜爸爸不能在场了。小未来本以为那女士和自己一样，爸爸也已经去了天堂，没想到那女士接着说，爸爸今天因为工作没法来，爬山和拍照消耗了很多卡路里。小未来打算通过吃油炸食物补充能量。他在车站旁找到了一家乌冬面店，除了多种面条，还有竹夹鱼、炸鸡和猪排。他决定就在这里吃饭。店里的客人包括本地人和登山者，这个选择绝对靠谱。有人喜欢吃东西前先喝杯大冰啤，小未来也不例外。阳光下的啤酒闪着金色，一口下去真解渴。这家店的小吃是脆爽的柿饼，这玩意儿是昭和时期绝佳的下酒菜。接着就得边喝酒边选吃的了。他点了炸竹鹰鱼套餐，又额外要了可乐饼。店里的后厨由一位奶奶掌勺，这个锅子是店开张时就用的。把裹好面的竹夹鱼丢进油锅，炸至外皮金黄酥脆后即可捞起。端上来的大盘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，特别适合大量运动后补充能量。咬一口既烫又脆，鱼肉又厚又实，鱼尾特别脆。这种高热量食物确实能缓解疲劳。还有另一位来此用餐的登山客，点了冷豆腐和盐烤小鱼，看起来真不错。小未来打算尝尝可乐饼，里面加了玉米和青豆，虽然全是蔬菜，味道丝毫不逊色炸肉饼，但究竟可乐饼配什么酱好呢？是普通炸物酱汁还是酱油？小未来纠结了一番，最终决定用酱油突出蔬菜的甜味。吃完油炸食品后，尝尝套餐的味噌汤，清爽又配油炸好。再吃口泡菜，身体流汗流失的盐分好像一下就补充回来了。接下来应该轮到詹姆斯特酱的炸竹夹鱼了，感觉这顿饭每一口都特别美味，而且可以尝出这家店的餐点味道肯定好几十年没变过了。他回到家就会把吃过的饭和遇到的人画出来，这是他生活中的小确幸。插画家小未来爱好登山，更爱在下山后品尝车站附近的美食。他今天想去好久没去的高尾山爬山。他在售票处就看到了形形色色的游客，山路上有许多小店，这更像是逛主题公园，而不仅仅是爬山。高尾山有好几种不同难度的路线可选。小未来乘着小火车到达入口，他选了有吊桥的第4条路，爬完长长的台阶，先在天狗神社祈福，期盼能尝到美味的下山饭，然后一边攀登一边想着吃啥。这时他听到身后2位登山者谈论歌手米津玄师的去世，提到他的一首《柠檬》。小未来忽然仿佛看到了什么，起了柠檬汁滴在刚烤的牛肉上，搭配米饭吃太香了。看样子他要去吃烤肉。下山时开始下小雨，这有台能拍限定照的机器。小未来原本想拍一张，但他太饿了，得赶紧找家烤肉店。他一坐下，服务员就过来了，直接端上了滚烫的炭火。今天他也跟五叔一样喝点乌龙茶。这店的小吃居然有4片肉，这么大方的店，小未来真是头回见。这家店真懂得肉食爱好者的心理。还没点，小未来已经把肉片放到烤网上了。肉片一碰到炭火，声音美极了。烤好的肉挤点柠檬汁，嘴里顿时满是肉汁。刚爬山耗了好多能量，似乎被一块肉瞬间治愈，肚子里稍微塞了点东西。小未来这才安心看菜单，盐烤肉和顶级炭烤里脊，看着都特别诱人。这时候真希望自己有2个胃。最后小未来选了草本味里脊，再加份葱花覆盖的饭。服务员小哥推荐了拌牛肉，他也点了一份里脊肉。上来时切得又薄又匀，一碰到炭火很快就变了色。小未来把握时机把它们翻了个身。添点配菜，加点豆苗、小葱和明核，撒些芝麻提香，再淋上点橙醋。似乎料放多了点，卷起来有点困难，先吹一吹再一口吞下。这烤肉全明星真是爽呆了。
肉香和药香完美融合，真是他吃过最棒的烤肉。第二块也是豪爽的一口吃完，得闭眼好好享受这味道，然后来试试这碗拌牛肉，看着就诱人。小未来慢慢细尝，里面有香菜、萝卜泥和橙醋的味道。服务员小哥送来了香味扑鼻的葱盖饭，这小份的正合一人食用。小未来的规矩，吃肉非得搭米饭，米饭里还拌了葱花，上面铺了层香咸的烤紫菜，真是太满足了。小未来觉得这顿得多吃几口，于是又额外点了份盐烤肉。小未来看着食物，心里有些惋惜，自己一个人无论怎么吃也是有限的，菜单上能点的选项很有限。这时一位时髦美女走进店里，就是小未来之前在拍照机前碰到的那位。由于没有空位，小未来邀请她一起坐。女孩点了2杯冰啤酒，小未来很感激，他说自己平时爱喝啤酒，但因为吃烤肉就选了乌龙茶，但女孩却说2杯都自己喝。这时候真希望有个地洞，小未来都想钻进去了。女孩接着又点了肉拼盘，小未来也点了几品炭烤里脊。因为尴尬万分，小未来一直把烤肉烟扇向自己那边，特别怕烟味熏到女孩，但对方似乎不怎么介意，性格还挺豪爽的，一口气喝完了1大杯啤酒，接着一饮而尽，第2杯只剩下少许。为了感谢小未来和他共桌，他分享了点的肉给小未来，小未来也回赠了他一些。本来素不相识的2人，居然开始共享桌上的烤肉，这样即使独自一人用餐，也能尝尽更多种类的烤肉。离开时，服务员小哥提议想给他俩合照，一个萌萌哒，一个辣辣的，看着挺配当朋友的。回家后他会把吃过的饭和遇到的人都画出来，这是他的生活情趣。插画家小未来喜欢爬山，更爱吃山下车站附近的美食。他今天想爬的是大野山，这座山不太出名，小未来总爱爬这座山，因此对这条路非常熟。山上有很多牛，呼唤他的女孩叫广美，她是小未来最喜欢的老农，虽然年纪只比小未来大一点，却把牧场打理得很出色。为感谢广美平时送的牛奶，小未来从包里拿出自画的插画。谢谢你，我会好好保存的。广美告诉我，牧场新做的布丁很棒，还想给小未来分点。告别广美后，小未来打算下山，深吸了一口山里的清新空气，正放松着，忽然注意到旁边坐着个威猛的大哥，衣服上印着山和尚3个字。他旁边的盒子装满了大饭团，他拿起一个，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吃。他说这是他最爱在这世上做的事。那你也尝一个呗。不了，马上就要吃饭了。谢谢你，我领情了。看上吃的那么香，小未来其实也饿了。他走下山后来到了新松田车站旁，就决定找个离这儿最近的店，找个看起来随意点的店。这家定时店看起来挺好，可惜今天休息。这家咖喱店看起来真可爱，还提供像那不勒斯意面这样的菜，可惜今天公休。但旁边2楼的小店还开着，门口菜单写着有汉堡肉、蟹肉可乐饼，令人垂涎的主食样样齐全。于是小未来鼓起勇气走了进去。店里的老板娘亲自下厨，忙着烹饪，没空招呼客人。小未来只好自己拿菜单。他平时很少在咖啡厅吃午餐，没想到菜单上的选项这么多，还有生姜烧肉、意面和披萨。觉得今天走了很多路，一碗米饭配肉感觉刚好，所以他选择了汉堡肉饭。不过不好意思，最后将饭让给了别人，小未来只好换成了干咖喱饭。他似乎没意识到是米饭卖完了，不是汉堡肉，因此所有米饭餐点都没法做了。无奈只好选择了那不勒斯意面。老板娘先送来了汤和沙拉，还挺贴心的。说实话，今天确实有些冷，正好借汤来暖和一下。汤里加了软熟的南瓜，这让汤显得格外浓厚。老板娘在厨房忙着做那不勒斯意面，看起来真有家的味道。小未来轻轻卷起一撮面条，慢慢吃进去，一口下去就根本停不住了。那番茄味直接冲击脑门，面里的配料也超丰富，能感受到店长满满的爱心。和妈妈的不同是，店长用了火腿代替培根，而且放了很多。小未来觉得自己从今天起可能要变成火腿的拥护者了，要撒超多芝士粉，薄薄的那种不行，得像雪花般全覆盖。意面还热时赶紧搅均匀，这样才能让芝士均匀包住每一根面条。毕竟提到那不勒斯意面，非芝士莫属，加了芝士，美味直线上升。一盘面条转眼就被吃光了，但对小未来来说，这点可不够。来份玉米披萨吧。这家店的披萨是现做的，抹上厚厚的番茄酱，再撒上玉米粒和芝士，
最后放进烤箱烤。看来小未来今天要大战芝士了，因为端上来时还冒着热气。这芝士的丝超长，他最爱披萨边上的那部分。虽然不是人人都喜欢，但对小未来而言，就像草莓蛋糕上的草莓，试试不同的刺激口味。轻轻加点塔巴斯科辣酱，热乎乎的披萨配上辣酱，真让人停不下来。先从装在茶杯里的汤喝起，品尝地道的那不勒斯意面，再加上玉米披萨，馅料超满。今天的晚餐真的超满足。最后喝一杯哈密瓜风味的牛奶，就是用哈密瓜糖浆加牛奶调的，冰镇后的味道真是清新。这里的美食太好吃了，谢谢你，这些都是我亲自做的。听你这么说，超有成就感，下次再来吧。闲暇时刻，老板娘常泡杯咖啡，坐在靠窗的位子向外张望，偶尔可能会与某位顾客四目相交，吸引他们进店。这种感觉就像垂钓一样有趣。回家后，小未来也给自己冲了一杯手做咖啡，还加了广美加牧场的牛奶，味道浓厚非常好。他通常会将吃过的饭菜和遇到的人全部画出来，这是他生活中的小确幸。插画师小未来热爱登山，更爱吃下山后车站附近的美食。这次他想去爬镇马山，这是个很多人爱去的热门之地。爬到顶后就能饱览四周美景。可是小未来这一次来，怎么感觉景色变了？他以为自己迷路了，直到看到指示牌才安心。爬到半山腰时，他已经汗流浃背了。于是他拿起毛巾，喝了点水补水。这座山顶上有个马形石雕，小未来很喜欢它，每次来都要爱抚一番。他在雕像旁听了听鸟鸣，就打算下山去吃饭。没想到刚走几步就下雨了。他碰到两个爬山的男生，听说一个没带雨衣，他将包内备用雨衣给了那男孩。下山来到高尾车站周围，2年前他也曾走过这路，只是因忘带雨衣而全身湿透。他当时又冷又饿，偶遇街边一家烤鸟店，店里帅气老板热情邀请他进去，随便挑个你喜欢的座位。行，小未来脱下湿外套，老板递给他一条厚毛巾。此刻喝上一杯热乌龙茶再合适不过，而且跟热茶一起上的还是调味过的黄豆，一小碗大概只有10来粒，每粒豆上都有轻微的焦痕。我开始吃了，豆一咬碎，浓香立马四溢。这时候喝口热茶，整个人立刻感到暖洋洋的。小未来看到架子上摆满了日本酒，原本觉得今天够倒霉，本不想喝酒，但看到这么多酒，他还是心动了。老板推荐了产自山形县的稻皂，口感顺滑，热着喝特别舒服。看老板在柜台里烫酒，小未来感到这一刻异常宁静。老板先给他递来一杯调和水，这就是醒酒水，喝酒时多喝点，可以防止喝得太醉。老板说这水是他在高尾山背下来的。热清酒终于来了，久等了，谢谢。清酒壶特意加了个把手，这种酒壶在日本可不常见，喝热酒真是暖心暖身。要不要来点烧鸟？行，懂烧鸟的都懂，每次别点太多，不然凉了口味就差了。因此他首轮点了鸡肉大葱串、鸡肉棒和梅酱鸡柳。鸡肉棒在炭火上嘶嘶作响，香味也飘到小未来那儿，单是闻那香味，他就觉得能畅饮好几杯。刚从炉子上取下，立刻端给他。这鸡肉棒的温度比想的还要烫，小未来吃的点头不停，接着没停手，一口气把鸡肉棒吃光。烤好的鸡肉大葱串和梅酱鸡柳都香极了，大葱烤了后甜甜的，加上软嫩鸡肉和淡淡的酱汁，特别合拍。吃一串配一口酒，简直完美，真是太舒心了。然后是梅酱鸡柳，小未来第一次尝试梅酱配鸡肉，感觉身体又暖和些了吧。老板问小未来喜不喜欢明太子，如果喜欢的话就推荐试试这个菜，是用明太子和豆腐做的砂锅，看这锅子的样子似乎用过很多次了，撒点葱花可以让菜更香，汤都染成粉红色了，这得加了多少明太子啊。下雨天吃这热腾腾的菜真是幸福极了。小未来迫不及待地吹了吹豆腐的热气，豆腐柔软又光滑，带着明太子的咸鲜味，这一口还没吞下，就让人迫不及待想吃第二口了。他们打算下次爬镇马山时再来这里吃饭，可是那天他冒雨过来，发现店铺竟然歇业了，原来老板也去爬山了。回家后，小未来思念起之前吃过的美食，遇到的人他都画了下来，这是他生活中的趣味。各位看这斟酒与品酒的场景，是否觉得与酒猛子美性颇为相似？插画师小未来极其热爱登山，他偏爱攀登后那些车站附近的美食。此次他挑战的是高水三山，这些山峰坐落于奥多摩，
并不十分险峻，被誉为奥多摩登山的入门路线。小未来自有他悠然的步伐，但也不乏有人选择急速攀登。途中他经过一座古寺，这是他钟爱的一处能量之地。只是他刚踏入寺内，就看到那位急匆匆超过他的登山者已经精疲力尽地躺在地上。他祈求今日能欣赏山上的美景，下山后享受美食。随后小未来继续向山顶进发，没想到刚才那位急行的大哥又因急速攀登而显得疲惫不堪，坐在一旁等待体力恢复。在这3座山中，岩溶石山最为艰难，但只要越过这块巨石，山顶就近在咫尺，意味着他已经完成了一半的旅程，可以开始下山寻找餐馆了。他记得御岳车站附近有一家荞麦面馆，妈妈告诉他味道相当不错，但需要排队等候，前面还有10人。小未来决定放弃等待，转而寻找其他餐馆以解饥肠。东风园，他每次路过都会留意到这家店，却从未踏入。这是一家传统的中餐馆，或许这次可以尝试一下。他一进门就听到了炒菜的声音，对于饥肠辘辘的他来说，这声音如同天籁。小未来浏览菜单，第一眼就看中了饺子，于是他点了1瓶啤酒和5个饺子，5瓶啤酒和1份煎饺，对吗？不是1瓶啤酒和5个饺子。这家店的酒杯和啤酒都冰镇过，想必喝起来一定畅快淋漓。他的倒酒手法与酒国美信如出一辙。第1杯酒下肚，饺子也刚好上桌。小未来习惯搭配黄芥末食用，但他决定先尝试传统吃法。饺子刚煎好，放在铁板上，热气腾腾。他尝了一口，感觉味道十分清新，这是因为内馅用的是卷心菜。虽然他偏爱白菜馅，但偶尔换换口味也很不错。接下来他加了点黄芥末，再浇上酱油，那微咸微辣的口感正是他的最爱。虽然他通常用黄芥末和酱油蘸烧麦，但这种清淡的煎饺与它们搭配起来也别有风味，真是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。这家店的招牌是拉面，几乎每位顾客都会点1碗。拉面用料实在，热气腾腾。尽管周围人都在大口吃面，小未来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。什锦炒饭和副餐的汤上桌了。这份什锦炒饭的分量十足，看起来有点像中华冷面，满满一大勺，一口全吃下去，里面竟然还有他喜欢的蟹肉棒，虽非真蟹，却也有一种奢华感。米粒炒得略带焦痕，这味道似乎在哪里尝过，竟然与母亲炒的味道如出一辙，难怪他第一口就爱上了这炒饭。他大口吃着，配料丰富。小未来每次吃炒饭都希望吃到500粒，但总感觉每次都差一点。从白天吃到天黑，他似乎越吃越精神。这家店对登山者来说真是沙漠中的绿洲。这顿饭总共花费了1850日元，双重的碳水化合物让人感到满足。回家后，小未来将自己吃过的美食和遇到的人都画了下来，这正是他生活的乐趣。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美味的了。插画师小未来，这次他挑战的是石老山，这里有轻松的登山步道，也有陡峭的山坡，是一条受欢迎的健行路线。攀登过程中，小未来发现了许多会有地藏菩萨的石头。这时，一位大叔从山上下来，他说放置这些石头的人本意是为登山者祈福，但在礼仪和规定上并不恰当。据说山中总共有10块这样的地藏石，他打算全部回收，但因为腰痛，这项工作变得十分困难。小未来想要离开，但大叔一直挡路，喋喋不休。最终目的是让小未来帮他找到所有10块石头。我对石头有点过敏，从未听说过有人会对石头过敏。真的，我天生就这样。小未来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，选择了一条更费力的道路。这座山上有许多巨大的奇石，他此行的目的是欣赏越往山顶越浓密的红色枫叶。虽然拒绝了大叔的请求，但小未来发现自己在攀登时不自觉地寻找地藏石，并且乐在其中。集齐10块石，成就感满满。该下山了，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下山美食呢？之前已经品尝过中华料理，现在天气转凉，他渴望一些温暖的食物。下山后，小未来乘坐快艇来到相模湖车站，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。他在路边找到一家小餐馆，透过窗户看到几位大叔在喝酒，看起来像个大众酒馆。门口的黑板上写着套餐菜单，看来今天就选这里了。一进门还没坐下，小未来就点了一大杯啤酒。透过冰镇的玻璃杯，新打的啤酒闪着金色的光芒，好耀眼。这大杯啤酒分量十足，刚从山上下来的他，一杯啤酒作为慰劳是最幸福的事。一口啤酒消除了疲劳，小未来开始考虑吃什么。菜单上的菜品太多，难以抉择。这时应该参考店里的推荐。对面那位点的烧肉套餐好像不错，有什么能马上做好的菜吗？那个的话，沙拉和老腌菜能立马盛上来。小未来先点了一份老腌菜，但实际上他并不清楚那是什么。他偷偷用手机搜索了一下，原来是一种用大量盐腌制1个月的食物，能品尝到凝聚的鲜味和独特风味，听起来还挺让人期待。上桌后，小未来仔细观察，外观看起来和普通腌菜无异，但腌得很入味，口感脆脆的，和啤酒非常搭配。
一点点就能让人大口畅饮。不一会儿，小未来的第一杯啤酒就喝完了。但一顿饭总要有些主食才完整，生姜烧肉套餐能在大量消耗体能后补充肉类和米饭，不管怎样都是不错的选择。炸物双拼看起来就能让人多喝几杯啤酒。到底应该点什么呢？他又加了一大杯啤酒，然后点了一份蛋烧猪排盖饭。一打开盖子，就觉得碗里的食物闪闪发光。一勺下去，有米饭、肉和满满的汤汁，酱汁口味稍重。不过小未来下山后的身体最喜欢的就是这种重口味。大块猪排先炸后炖，炸过的面衣反而成了吸收汤汁的利器。这味道就算说是在银座卖的，小未来也会相信。平时在家喝酒时，小未来从不吃主食，但下山后却吃得津津有味。看来碳水化合物的力量确实强大，尤其是加上洋葱一起炖煮后，猪排的味道更添了一丝甜味。一口接一口，真是让人停不下来。我吃饱了，今天的这顿饭吃得超级满足。回家的话，搭晚一班电车应该也没关系。他决定再点一份老腌菜，继续坐在这里小酌一会儿。回家后，小未来把自己吃过的美食和遇到的人都画了下来，这正是他生活的乐趣。只是他的平板电脑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，看完后他的眼睛都瞪大了。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？插画家小未来是个登山迷，这次他要爬爱宕山。不过今天他在时尚咖啡馆，因为他一直把爬山画成漫画，发在账号上，被编辑发现，想把他的作品出成合集。虽然还在提案阶段，但俩人都很惊喜，说不定爬山吃饭会成潮流。为了丰富内容，第二天他来到奥多摩车站。这附近山多，他选了爱岩山的践行路线，有登山步道、陡阶梯、木榭道和溪谷，亮点满满。小未来刚爬一段就吃惊，路好像没尽头，爬到脚麻，回头看也陡得吓人。这次爬山和以前不一样，他每到一处都要拍照，以前用眼睛记录，现在为画画，不得不拿着手机到处拍。好不容易完成任务，终于要找美食了。奇怪，今天鼻子不灵。他在巷子里转好久，也没找到合适的店。走到街边，看到一家炭火烧串店，门口排了10多个人。在奥多摩能排这么多人的店，肯定的打卡。他走近观察，发现客人出来都拿冰激凌，原来排队的人都是为意式冰激凌，不是这里的料理。选哪个好呢？这里的话就是山葵味吧。山葵做的冰激凌会是辣的吗？小未来有点担心，所以选了粉色的草莓牛奶味。草莓味和牛奶味都很浓郁。这时编辑打电话来说，关于出书的企划好像通过了，所以专门通知一下。小未来很开心，还告诉编辑自己刚爬了爱岩山，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。我觉得你平常发在网上那种让人感觉温暖的插图更能够打动读者。听了编辑的话，小未来决定还是像以前那样去享受下山后的餐点，因为以前他就是为了吃饭才去爬山的。有了这样的想法后，他的鼻子好像多灵了起来。之后便找到了奥多摩美食区，很快他被一阵切菜声吸引。过去一看，这位老板竟然一边笑着看他一边切菜。虽然也很犹豫要不要点特色山葵拉面，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老板做的咖喱饭，因为花长时间炖煮的欧式咖喱香气太诱人了。这位老板果然刀工和烹饪技术都很棒，一口下去就能尝到很多食材的味道。第二口下去感觉味道又变了，第一口是甜的，但辣味之后涌了上来，这样有层次又黏糊糊的食物，会有什么人不喜欢呢？这种辣味带来的刺激感，只有吃过的人才能了解。中间尝试一口旁边的沙拉，这温和的配菜把主菜咖喱的滋味又提升了，真是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。就连盘子上粘着的酱汁和米粒都不放过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小未来的胃竟然还没吃饱。这是山葵中华拉面，有山葵的香气，山葵一碰到热的就会散发出香味。非常奇怪的是，小未来一闻到山葵的味道，感觉自己就好像之前什么都没吃一样，肚子又觉得饿了。秃噜秃噜一块紫面条下肚，明明是那么浓郁的山葵味，口感却一点也不呛不辣，真是神奇。果然不愧是当地的名产。看着旁边的小碟子里还放着一点山葵，小未来尝试着往面里又加了一点，这刺激的感觉一下子就冲上来了。和咖喱一样，这刺激的感觉根本就让人停不下筷子。今天又是吃了好棒的下山饭。回到家后，小未来把自己吃过的饭都画了下来，这就是他生活的乐趣。插画家小未来是个登山迷，这一次他要爬的是赏鸟圣地红法山。小未来选的上山路是森林疗愈剑道，刚走进去没多远就听到此起彼伏的鸟叫声。下山的时候，小未来看到了一个牌子，从这里到鹤卷温泉站的距离是4.7公里。爬山已经流了很多汗了，去泡个温泉也是不过分的事情，洗得干干净净，身上的肌肉也都放松了。接下来就要感受另一件幸福的事情了，从浴池里走出来只要10秒钟，就能到美食天堂。菜单上有这里的名产水煮花生，是把花生连翘一起放进盐水里煮，这样就能尝到花生仁的鲜味。麻烦点单好的，水煮花生还有啤酒，谢谢。爬完山又泡完澡，肯定最先想的就是来一口啤酒。这口酒一咽下去，气泡感好像就渗透了全身的每一个细胞。水煮花生剥开之后，花生仁已经有点软绵绵的，而且香气也非常充足，一个接一个感觉都已经吃上瘾了。作为啤酒的搭档，充分发挥出了自己的存在感。小未来今天决定用特色的荞麦面收尾，但是在这之前还是要多点一点下酒菜。牡蛎好大一颗，真不愧是季节限定，因为是刚榨出来的，
所以里面的温度特别高，但是一点都不影响它的好吃。能想出把牡蛎油炸着来吃的人真的是天才。小未来吃的太香了，接下来就是淋上酱汁，再尝一尝，每咬下一口表皮都是酥酥脆脆的。这时候再来上一口啤酒，真是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让人满足的。他发现菜单上有一款酒的名字叫做莫扎特，服务员告诉他，这种清酒是听着莫扎特的音乐酿造而成的。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就一定要点一小瓶来尝一下。这口感就像是带着果香的清澈水流，荞麦面里的鸭肉被烤得特别香，面汤的味道则是甜甜的，确实和别的拉面不同，感觉很特别。最後一定要把汤都全喝完，才是对食物的尊重。回到家后，小未来把自己吃过的饭都画了下来，这就是他生活的乐趣。今日もいい下山飯だった。